到底什么是内卷？90%的人根本不知道。先来段插曲，最近收到粉丝的私信，问我什么叫内裤卷起来，我看到立马懵逼。在我的认知里面，好难想象内裤为什么会卷起来。问他是不是发错，再三跟他沟通，原来他是问什么是内卷。想不到遇到了大聪明，原来现在的年轻人这么会玩，用词那么前卫。言归正传，什么是内卷？我用最通俗的解释给你讲明白，好好听了，记得来个点赞。我简单举个例子吧，《笑傲江湖》都看过了吧？江湖当中有一本葵花宝典，人人都想得到它，因为练成之后就可以天下无敌啊。但是如果有一天这个葵花宝典它被公开了，那人人都有机会来练，那么你想这是好事还是坏事呢？这就会变成一个灾难。为什么呀？因为每个人他都拥有了，练不练就由不得你了，你不练就打不过别人，别人就会过来干你，逼着你不得不练的。但是所有的人如果都练会了呢，那就没有谁是天下无敌了。而且欲练神功，必先自宫，这江湖人士个个就能成个太监，你明白不？再举个现实上的例子，家长都不想孩子输在起跑线上，对吧？一个孩子上辅导班，逼得大家都去上辅导班，为什么？因为你不学别人学啊，成绩就可能比你好啊。为了赢在起跑线上，大家都去上辅导班，最后成绩排名还是没变，上了等于没上，成绩依然没有得到提升，有些甚至比上辅导班前更差。最后呢，家长痛苦，孩子受罪，但开辅导班的赚了，同时孩子们损失了自己的童年。那么你说上呢还是不上呢？曾经看过一条新闻，丹麦有个超市经理被开除了，被开除的原因是什么呢？因为他天天加班，违反了丹麦劳动法。后来他不服气啊，一纸诉状把公司给告了。他说，我辛辛苦苦自愿给超市创造更多的利益，天天加班，公司怎么反而把我开除了呢？法院判决下来说，公司没错啊，因为你违反了劳动法，天天加班，严重影响了其他人的工作生态，严重违反了劳动法，所以公司不用给你任何赔偿。后来记者去采访他，原来他曾经在中国干活，超市本来事情就多，在中国加班加惯了，回丹麦闲不下来了。无独有偶，华为跟阿里的员工跳槽到微软之后，也遭到了集体抵制。他们坚守是过去996的这个奋斗逼的习惯，整天比赛加班加点。微软人家原来没见过这个阵仗啊，原来轻松愉快的工作环境日渐压抑紧张，后来人家不干了，集体抗议。但是身处国内职场的你和我上哪抗议去呢？一切不能带来质变的量变，其实都是内卷。无论在日常生活上，在工作上，大家过度竞争，导致大家进入互相倾轧、内耗的状态。你听明白了吗？不懂的多看几遍，看懂了来个3连。关注我，每天分享实在干货。